第二部分，五行学说，从五宫正到宇宙模型。如果说阴阳学说提供了一套关于二元对立的宇宙法则，那么五行学说则提供了一套关于多元分类和相互关系的宇宙模型。五行的名称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然界物质的一种分类，但展教授指出，中国的五行与古希腊的元素论有本质不同。古希腊哲学的元素论起源于对物质构成的分析，土、水、气、火是构成世界的基本材料，而中国的五行其起源不在物质分解，而在人类活动的分工上。证据在于，在《左传》中，五行被称为五行之官，也叫五官或五宫正，分别掌管木、火、金、水、土五个方面的职责。《尚书洪范》和《国语正语》所说的五行，也是很明显地指向五个方面的人事活动。展教授由此推测，五行的行本意大约是指行业。这个推测如果成立，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五行观念起源于社会分工，而非自然哲学。金、木、水、火、土最初不是五种物质，而是五种劳动部门。从这个起点出发，到战国时代，五行经历了一次惊人的扩张，它不再只是五个行业，而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分类系统。它将万事万物分成五类，与五行一一对应。让我们来看这个分类系统。木对应东方、春季、青色、酸味、厥阴，数字38，五脏中的肝，五窍中的木。火对应南方、夏季、赤色、苦味、止阴，数字27，五脏中的心，五窍中的舌。土对应中央、夏季、黄色、肝胃、宫阴，数字50，五脏中的脾，五窍中的口。金对应西方、秋季、白色、辛味、伤阴，数字49，五脏中的肺，五窍中的鼻。水对应北方、冬季、黑色、咸味、语阴，数字16，五脏中的肾，五窍中的耳。任何一件事物，只要它在某一个属性上属于某一类，比如方位在东方，颜色是青色，季节在春季，它就同时获得了这个类别中所有其他属性。一个病人脸色发青，这就是肝有病，因为肝属木，木色青。一个病人脸色发红，这就是心有病，因为心属火，火色赤。这种联想方式的思维基础，展教授明确指出，这就是原始思维的互渗，不同事物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一切都可以通过五行这个中介联系起来。东方、春季、青色、肝脏，这些在现实世界中各自独立的事物，在五行系统中被系统理解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同一类属。这个逻辑的本质与原始人认为吃了豹子胆就能获得豹子的勇猛并无不同，都是基于象征关联而非因果验证。区别只在于原始巫术是在具体事物之间的象征关联，而五行学说将这种关联上升到了一个普遍的涵盖万物的分类原则。但五行学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分类系统，它更关键的部分是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相生与相胜。所谓相生，是指一种元素可以产生另一种元素。木生火，草木可以燃烧；火生土，火烧成灰土；土生金，土中矿石可以提炼金属；金生水，金属融化为液体，或者金属器物表面在露天能凝结水珠；水生木，草木赖水而生。所谓相胜，也叫相克，是指一种元素可以抑制另一种元素。木克土，草木覆盖大地；土克水，古人用土堵防水患；水克火，水能灭火；火克金，烈火消融金属；金克木，金属利器砍削草木。如果五行学说到此为止，那么它不过是对日常观察的一种归纳。问题在于，这一归纳一旦被绝对化，被当作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它就走向了谬误。炭火能否消融金属，不只取决于火克金的公式，还取决于炭火是否旺盛，金属的量有多大。墨子经下说就明确指出，炭火消融金属是因为炭火很旺盛，金器磨灭炭火是因为金的量比炭火多。这是对五行深刻的理性反思。五行家则把深刻关系视为无条件的公式教条，在一切领域中套用。五行家进一步将一个旺相休秋死的时间节奏赋予了五行深刻。春季木旺，木最强大的季节，此时
时生木的水已经衰老，木所生的火刚刚诞生，能克木的金则被囚禁关闭，为木所克的土则被克制而死亡。依次循环，淮南子地形训这样归纳：木壮水老火生金秋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秋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秋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秋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秋火死。从哲学层面说，这种循环揭示了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它是有辩证意味的。但它的问题同样致命，它把自然界无限丰富的生动变化归纳为五行这样一个简单粗糙的死板公式。四时交替的确有周期，但决定一条河流何时泛滥的不是秋季属金，而是上游的雨量。月亮阴晴圆缺和金银铜铁没有任何关系。所谓望向休秋死，只是受季节现象启发而编出来的时间拟人句，不是物理世界的规律。